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最新的魂将 SP 孙策。SP 孙策有两个羁绊，第一个羁绊是火烧队用的周瑜羁绊，第二个是灭队用的孙尚香羁绊。因为篇幅的关系，今天我们只会聊周瑜羁绊。周瑜羁绊会使吴国武将提升 75% 的异常命中，并且己方任意武将被引爆灼烧时，若伤害不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的 12%， 则随机为3名敌方武将添加4个灼烧。由羁绊所添加的灼烧只会造成攻击力 15% 的伤害，伤害非常低。不过它的主要能力不是用来打伤害，而更多是一种功能性的灼烧。羁绊所添加的灼烧会使目标受到灼烧伤害的暴击率提升 5%， 驱散失效概率提升 5%， 可持续2回合，最多叠加12层。有蒋钦的魂火在， SP 孙策要激活羁绊的灼烧并非难事。灼烧变得可暴击后，就不必再害怕格挡，这个能力在目前格挡满天下的时代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SP 孙策提升了异常命中率，降低了火烧挂火的难度，也提升了灼烧驱散失效的概率，减少了灼烧的流失，让对面有更多的灼烧可以存在。羁绊的另一个能力会使 SP 孙策在遇火期间，每损失 15% 最大生命，就会为敌方全体武将叠加1层属于场地效果的灼烧。灼烧会使目标最终暴击率和最终伤害结果降低 8%， 并且场地灼烧每回合也会造成 40% 攻击力的伤害。遇火是 SP 孙策被击退后才会进入的状态，场地灼烧则是无法驱散的。技能中并没有写明场地灼烧可以叠几层，这就意味着 SP 孙策在遇火状态下，损失的生命越多，可以挂上的灼烧就会越多。SP 孙策的怒弓和 SP 张飞一样，在眩晕的状态下也可以释放。SP 孙策的怒弓会对敌方血量百分比最低的单位造成伤害，并清空目标的所有怒气，同时也会对目标以外的敌方造成 30% 的箭射伤害。若被箭射的敌方处于灼烧状态，则引爆1层灼烧，目标每持有1个灼烧状态，则额外扣除300点怒气。在灼烧队里要给对面全体叠个3、4层灼烧，根本完全不是问题，这点光是看 SP 孙策自己能叠的火烧数量就可以知道。SP 孙策在火烧队里是个控怒能力非常强的武将，只要他一释放怒弓，对面的怒气基本上都会全部被清空。在孙策的怒弓中还包含了一个核心的被动能力，当孙策首次被击退时，他会立刻释放1次怒弓并进入遇火状态。孙策在进入遇火时会清空我方所有武将的护盾，并同时为我方全体武将补满血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孙策一死，我方全员都会满血复活的意思。这玩意儿可比 SP 张飞的自己满血复活好用多了。进入遇火状态的孙策不会直接退场，遇火会持续至回合结束，或孙策再一次被击退后才会消失。遇火一结束，孙策就会马上退场，并对敌方全体引爆多次的灼烧伤害。引爆的次数相等于孙策本场战斗受到的引爆灼烧次数，最少也会引爆1次。你可以把 SP 孙策的死后引爆当成是和黄盖一样的大爆发，只要引爆的数量够多，伤害也会很可观。孙策的遇火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回光返照的效果，硬是多拖了1个回合才死。进入遇火状态的孙策会免疫所有控制效果，并且还会嘲讽具有灼烧状态的所有敌方武将，这个在火烧队里就等于是全体嘲讽了。再配合羁绊提供的损血叠火烧的能力， SP 孙策又可以再给对面叠加很多的灼烧状态，以供他在退出遇火后的爆发使用。在遇火状态中，孙策受到的所有伤害都会临时被提升 200% 的最终暴击率，但同时受到的暴击伤害也不会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的 30%。3火后，暴击所写的能力还会提升至不超过最大生命的 20%， 并且受到的异常状态伤害还会降低 100%。所写保证了 SP 孙策不会被一击致命，也让他有了不断回血、
不断叠火烧的机会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看 SP 孙策的龙魂技。SP 孙策的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叠加一层不可抵抗或驱散的红莲业火，同时也会为自身恢复 20% 最大生命值的生命，是个少有的能攻击也能回血的技能。龙魂技同时也会敌方全体施加一层不可抵抗或驱散的宣灰，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。宣灰会降低250点怒气上限，最多可叠加5层。并且还会使目标受到暴击伤害后，降低 5% 的最大生命上限，最多降低 30%。这是近期第2个可以降低最高怒气上限的技能，并且孙策降低怒气上限的效率还比马岱更高。SP 孙策的宣灰是直接对全体释放的，而且还不像马岱一样有诸多的前置条件。最要命的是 ，SP 孙策发动龙魂技的速度还非常快。SP 孙策每损失 40% 生命，龙魂值的消耗就会减少1点，最多可以触发2次。也就是说 ，SP 孙策在血量低于 20% 时，只要1点龙魂值就可以发动龙魂技了。如果队里同时上阵了 SP 周瑜，每当有敌方任意武将被施加火油时， SP 孙策都有 70% 概率可以获得1点龙魂值，效果会在释放3次龙魂技后才消失。滴血降低龙魂值消耗，再加上周瑜火油回龙魂值的手段，就让 SP 孙策也成了一个可以疯狂丢龙魂技的武将。3次龙魂技就能降低750点怒气上限，使到 SP 吕布无法在深渊地狱以外的场合释放怒弓。如果让 SP 孙策打满5次龙魂技，降低1250点怒气，那么所有武将都将会无法释放怒弓。最惨的当然还是那些依靠怒气上限来提升伤害的武将，比如张齐英和姜维了，在 SP 孙策的版本里是彻底的没了脾气。异火被动 SP 孙策在进入浴火状态时会马上获得1点龙魂值，并且在浴火期间，只要有任意敌方武将被己方施加灼烧状态，孙策都可以恢复 20% 最大生命值的血量。再加上释放龙魂技也能恢复 20% 最大生命的技能，虽然 SP 孙策在浴火状态下只能维持1回合的生命，但在浴火期间却是非常难被击退的。异火后，若 SP 孙策曾经被引爆过5次以上的灼烧伤害，在浴火结束退场时，每次引爆敌方武将的灼烧伤害，还会额外附加攻击力 20% 的真实伤害，并且使敌方全体眩晕1回合。这个爆发后的效果和黄盖的爆发异曲同工，他们都能在爆发后再给对手来一手控制牵制。但 SP 孙策的全体眩晕效果则会更直接，多少也弥补了一些火烧没有控制能力的尴尬。SP 孙策的全体眩晕，无形中也提升了 SP 张飞的地位，因为就只有他们俩在眩晕的状态下还可以释放怒弓，眩晕多的场面对张飞来说只会是好事一件。SP 吕布虽然可以免疫控制，但因为怒气上限会被压制，所以还是受害多过受益的。SP 孙策想要引爆5次灼烧，只要队里有蒋钦，并且 SP 孙策有3火就不是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SP 孙策3火的能力。3火被动会使 SP 孙策相邻的吴国武将受到的最终伤害降低 40%，并且自身还会为相邻武将承受 30% 伤害。若相邻武将受到暴击伤害，可承受的伤害还会提升至 50%。为相邻武将承受伤害，是为了让 SP 孙策可以更快地进入核心的浴火状态，因此 SP 孙策一般都站2号位去吸收伤害，顺便保护队友。SP 孙策在受到来自敌方武将的暴击伤害后，就会引爆自身和伤害来源的1层灼烧，这是孙策能引爆5次灼烧的关键。只要有蒋钦的魂火在， SP 孙策在引爆自身灼烧状态时，就是在回血。再加上有浴火保护，孙策不会直接退场，更是让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去累积引爆灼烧的次数。进入浴火后的种种琐屑减伤，再加上龙魂回血、魂火回血，
施加灼烧回血等各种回血的能力，也使到 SP 孙策不容易在浴火结束前就提前倒下。倘若真的因为战力差距太大而导致提前被击退，三火被动也给了 SP 孙策在被击退前再释放一次怒攻的机会，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。SP 孙策的核心机制在三火就已经完整，五火只是在加强了他的能力。五火被动会使每层宣灰提升目标受到灼烧伤害的暴击率 20%， 这么一来灼烧的暴击就更稳了。五火被动还会使敌方全体武将在浴火期间的无视防御下降 50%， 全体无国武将的格挡率提升 15%， 这些都会使整支队伍变得更肉。从孙策的技能组中不难发现，几乎所有重要技能都是在浴火的状态下才发动的，因此如何快速的让孙策进入浴火状态也很重要。在孙策内战，低战之所以能赢高战，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正是因为低战的孙策损血快，更容易提前进入浴火状态，叠灼烧来爆发。SP 孙策的核心玩法其实还是和小孙策是一样的，都是死亡后的核弹爆发，所以千万不要把孙策搞得太肉了，不然这个核弹爆发不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孙策对于火烧队来说就是一个必抽的角色，这是火烧最高光的一个时代。三火能用，五火完美。孙策的强度基本也属于完全统治的地位，所以高战和强度党必抽孙策。不过孙策的强度却不由他一人所组成，五火的 SP 张辽也是必需品，你甚至还可能会需要用到 SP 张飞。再加上其他火烧专用的灵宠，队伍强度虽然很高，但需要的成本也是不少，所以并不适合原本就没有在玩火烧的平民去玩。SP 孙策的强度只能持续到 SP 刘备登场前，之后的火烧就不再是版本的主流，这也是不推荐平民入坑的另一个原因。若不以版本强度，而是单纯以使用时间的长短为标准来衡量， SP 貂蝉和 SP 刘备都是比 SP 孙策更有价值的武将。若是为了玩灭队而去抽孙策，个人也认为完全没有必要，一来灭队孙策需要五火，二来灭队也不是版本主流的队伍，没有很高的硬件是真的很难把灭队玩得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